今天是6月25号晚上9点半，我们第85次的缠绕共识会直播。大家晚上好。好哦，大家现在在画面上面有看到，我这一个作品哈，这个就是妙真师傅超棒的这个教案哈，叫光明在望吗？哦，你看这个，我很简单的画了这个背景的这个光环哈，就是曼陀罗的造型。其实画得很快，我已经把它装框了哈，所以现在有一点点会反光，嗯，是很漂亮。其实画的时候是很顺利的，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思考，哦，就只要在画的时候就专心哈，把细节通通处理好就好了哦，是一种很舒心疗愈的过程。那就是说，在我的粉丝专页哈，里面都有分享啊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爱心的义卖，就是在宜兰的兰阳仁爱之家，他们是常年有做这个老年人的照顾工作哈，那我们就在这个随喜啊，是随喜哦，并没有标价，随喜乐捐。那随喜赞助，然后妙正法师就会寄一组这样子的纸卡哈，画卡送给你，然后你在有空的时候就可以自行进行创作。一组一共有10张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我是没有10张啦，因为这个是100分老师在这个有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送给我的，我只有几张而已哈。只有几张而已，我就先画了一张，因为我最喜欢这张是因为它抱了一个爱心在这里，超喜欢。那我另外还有一个孔雀哦，我就只有5张而已哈，就这几张。然后妙真法师他那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图案。哦，我们敲碗你要出别的版本，庄严版的，还有那些可爱动物版的，还有天主教版的。都很漂亮，对，真的是超棒的教案，啊，引起轰动。好哦，那我昨天跟，Jenny 老师还有小毛老师哈，我们昨天去看场地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，就是我们4个人哈，就是办了一个开课不迷路，缠绕教学实战课这样子的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划时代的一个课程哈，那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在准备这个课，我们会开了10几次了，线上一起开会，然后做了非常多的讨论。那我们昨天终于去把那个场地把它敲下来了，因为看了几个场地哈，那这一个是最贵的，因为我们觉得说应该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体验。那也非常谢谢十几位啊，有十几位朋友已经在第一阶段，就是超级早鸟价的那个阶段哈，他们都已经报名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在第2阶段，还在继续报名中。那就是非常欢迎你，如果你有志于进行缠绕教学的话，非常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教学经验。因为我们4个老师呢，所擅长的领域都非常不一样哦，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像我自己，我年纪比较大，我就没有像他们年轻人那种冲劲哈，我就会比较属于那种怎么讲，比较也不能说躺平啦，我就是比较不会在外面跑来跑去的，这样子。那可是像 Jenny 老师啊，他就是一个很年轻有活力的人，然后100分老师也是，他超厉害，他会带很多很多种不同的，手作啦，什么芳疗啊这些东西来跟缠绕做结合，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。所以说终有一款会适合你，可以来试试看。真的，我们会毫不藏私的把我们会的东西跟大家分享。哦，那这个时间是在8月的16、17号，礼拜六、礼拜天。那个场地在台北市的那个南京复兴站，
捷运站走出来大概3分钟就走到了，非常近，而且是在一栋那个商业大楼里面，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商用空间。我们觉得进去看以后，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这样子可以是一个很适合办活动的地方。OK，好，那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样子的课程。那我桌面上的这边哈，那就还有一些作品哈，就很快速的跟大家看。好，那这一张这个作品呢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了哈，这个是一个公开分享的影片，也就是跟我上次吧，某一次的直播里面，我也用那个 highlighter 哈，我就在底下打了那个格子这样子。那我是觉得说这种画法还蛮有趣的，我就又再试了一下。那这一张主要是搭配这种网络与片段的应用方法，是一个算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创作方法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，我觉得效果不错。而且这个也是一般其他缠绕老师没有在教的，对吧？这也是创意的一种。好，那这一张呢，其实看起来这个就很回到基本的黑白缠绕，对吧？这一张，这个是我的会员课里面哈，因为有教一个缠绕基本功，就是在讲暗线。暗线在我们缠绕创作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哈。当然，我们有很多时候，如果你有预先构图的话，你是不会用暗线的。这个随意的暗线，我指随意的暗线。那我们怎么样画随意的暗线？其实我自己认为画随意的暗线对我来说有困难，因为老是会有那个头脑会去想要把那个线条会有控制感。所以就是我在这一节课里面就比较讲了好像是四种吧4种画暗线的方法。就是你可以比较随心所欲的画出来。我们今天也可以有一个随意的暗线来试试看。那这边用的都是一些很基础的官方图样，可是这样子画出来就很好看，对吧？我自己就是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就是一个很基础的黑白缠绕。那这一张是我昨天晚上画的，其实这个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新的图样，在 Instagram 上面的，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看的。然后我用的这个是素材纸砖，素材纸砖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哈，那就在上面用不同的笔材去感受一下它们的效果，你们看是不是挺好看的？效果很好。嗯，是用素材制砖。再来就是这个也是昨天画的哈，因为我在准备下一个会员课，就是进阶的会员课。那这个进阶会员课主题先不讲，可是可以先让你们剧透一下，看看我画的这几个示范的作品哈。这个一共有3张，还在进行中。这一张，还有这一个，是不是那种视觉上的效果很棒？这个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很轻松的把它们画出来，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笔材的运用。我是都可以尝试做出来的。好，好，OK，简单的介绍就到这边。那我今天我们要用的是茶砖哈，茶色的方砖。那你如果没有茶砖的话，用任何颜色都可以。那我们今天要用的图样呢，就我有说嘛哈，就是用日本的 To You Tango 哈，我们自己来随便抽。虽然说我有在录了几个哈，那我们就不限定说是新录的，我们就来抽牌好不好？另外我还在研究一个那个西班牙老师 Thomas Padro，他有画的一个图样叫做 Sela，然后他画的好复杂哦。我觉得说，诶，有必要这么复杂吗？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图样，这一个 Zela，我觉得它很简单。为什么他教的很复杂？我再找机会教大家，因为我看他有录了影片啊，而且画得很慢，是很容易懂。可是我觉得，还可以更简化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个人哈，每个人的理解力不一样。我个人跟着他画，我会迷路。可是我觉得我把它拆解以后，我觉得好简单哦，非常容易。到时候再教大家。好，随便抽了哈，先不抽，来，我们先按线，因为我这一次会员课有按线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就先来按线。
那我们一般开始的时候也是哈，按照缠绕画方法。哎，我们每次都忘记要讲缠绕画方法，我们今天要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感谢与感恩。来，我这边有这个缠绕画方法基本8步骤。好哦，感谢与感恩好吗？放在这里，好，这样应该可以哈。来4个角，我们画4个点。我们很轻松的先随便连起来，画上边框。接下来第4个步骤呢，是暗线。那我今天要教大家一个，就是在那个影片里面我没有教的哈，就是说我预先丢进去一个形状在这个里面。那我们可以丢正方形、三角形或者不规则的形状，梯形、椭圆形都可以。那我这边呢，就在这边，我就画一个圆圈哦，有一个像鹅卵石这样子，大小随意啊，你要放在别的位置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用随意的曲线，这个曲线可以切过这一个椭圆形哈，然后再拉一条这样子的随意的线条哦，这样子就会画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暗线出来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抽图样嘛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会画什么，所以到时候再看。好，那第5个步骤就是图样咯，对吧？那这边我就把它拿走，我们要来抽图样。随机抽哈，我们先抽3个，先抽3个，然后如果看看情况哈，有需要再来。那我就随机抽了1个、2个、3个，好，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诶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纸砖，你可以看看你的暗线，然后看看这个图样，你觉得要先画哪一个，然后要把图样放在哪里？哦，其实这个蛮回到我们缠绕的初始状态哈。好，我现在大概有一点点想法了哈，因为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嘛，它就比较像是一个完整的图形。好，那我就来先画这一个。那这一个，它其实中间可以有不同形状的变化。我一样用的是 PN 哈，用 PN 笔。那可能今天会不会用到咖啡色的？不晓得，先拿来放在旁边，因为我觉得咖啡色笔画在茶砖上面也会非常好看。好，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就要，因为我这个是椭圆形嘛，那我就想说这一个，我就来改变成它是椭圆形试试看好不好？或者是我们可以，因为它有一点像钻石的感觉，那我就把它画成像这样子。一个长的六角形。这个图样它的结构就是先把中间的形状画好之后，我们在外面会延伸出这一个，这个是盲琴图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要把这个画下来，画出三角形，慢慢画哈，我们不赶时间。好，那因为这边会很窄哦，所以我可能考虑这边就不要画。
我先把这个画出来，等一下再考虑。好，因为这边会变得比较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把这个盲琴拉得很细长。在这个原始的图样里面，它就是把盲琴的这个顶点哈，就连在一起，连成一直线。可是我现在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化，因为我们之前有暗线，对不对？我就依着这个暗线，我把这个暗线画出来。这边我要画一个三角形，这里画一个三角形出来。它就很像折纸鹤那样子，把这个边折起来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折过来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，它就会造成这种立体的效果，是不是很棒？是不是超好玩？折起来，折起来。好，那这边因为比较小哈，就直接这样子，有点涂黑就可以。我这张茶色纸砖哈，可能是比较早期的，因为我有一堆纸砖都混在一起。这张纸砖它比较软，哈，早期的官方纸砖，因为它是纯棉的哈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在画面中，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来画这个 RS 呢？好，我就在这边这个边。其实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图样它就是这样，这个部分它的组合。好，所以 RS 这个图样我们在共识会83里面有画过。那它这一个图样呢，我们简单的来看，它就是这样子的组合，对吗？哦，就是在一个 V 字形里面，还有一个 R，然后有两个圆弧，这样子把它画出来。好，那我的想法是，因为我这边有一条暗线，哦，我这边会有一个 V 字形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把这一条线画出来以后，我这一个 R 的上半部是一个很大的椭圆形，我把它画出来。那因为呢，底下被这个第一个图样挡住了，所以我把 R 的这一条线画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画上这两个圆弧，基本上这个图形这个东西就出来了。怎么样来继续下去？我这边因为有一个小角落哈，那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们有下一个图要是这一个嘛哈，那我就来让它能够好像有一个结束是在结束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现在画这个图样，把它结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东西画在这里。OK，好，你看这边有一个 V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这边就可以再画一个这个 RS，有 V 字形就可以这么画。好，这个是第一笔，然后 R 过来，然后是不是它就会变成很奇妙的组合？
来，我要把这个里面这个线条哈，我要把它尾端做加粗，让它视觉上有一些变化。来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角落哈，我们再来筛这个涂鸦。来，我们再随机抽一个图样吧，看看会抽到什么。随机哈，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是我个人比较不欣赏的图样，不过 OK，我们随机就是这样子来。哦，这个它是先写一个 N，我看看要写在哪里，这个位置。好，直接哈，因为我暗线的边缘就在这里，直接就是一个 N 字，然后这边又有一条，对吗？好，这边这样连过来。这个图形呢，是先画一个像这样子的 N 之后，然后上面画一个 S，下面画一个 S，来上面的 S。那这个 S 型呢，有一个特点就是，先大再小，好不好？先大再小，好。然后我们这边转过来，这里到这里哈，然后也是要一个 S 型，先大，然后我们直接就连到这边了，让它连过来，然后再小，让它形成这样子的结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画好了之后呢，它这个就在这边哈，这一个位置，就是它弯曲的这个地方要连过来。弯曲的这个地方要连过来，连到这里。好，然后在里面呢，这个里面这个画一个内光环线，因为我们的形状有变形哈，所以这个内光环线就要稍微改变一下。嗯，线条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，因为它这个跟它重叠的，我看的都眼花的。好，那我这边要稍微做一点变化，这个是不是很像那种卷轴？啊，我就顺着这个我就卷进来，画两条直线，这个卷轴就卷起来了。好，那这边因为被遮住了哈，所以它没有办法这样处理。不过这边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我在这里呢，我就画光环线，等于是为它做装饰。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它是涂黑啦，哦，那我不想整片涂黑，因为我这个面积比较大，所以就做光环线。我们似乎还可以再抽图样哎，是不是？再抽一个，我真的是抽的哈，没有作弊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星星，这个留在最后，我再抽一张。现在用也可以啦，不过我觉得好像它放在上面会比较好看。
这一个，哦，也是 V 字形的，这一个，哎，这个可以画很漂亮的东西哦。来，我想想看哈，来，我们把它稍微变成有机图样哈。来，这边我们顺着这个角度哈，拉出去，然后进来，然后这边我要打开一个 V 字形。好，我这边要把它变成抖动的线条，像是花瓣一样。然后我要让它先出去，然后这边再过来，它就像一朵花一样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来做一点点它那种皱褶波浪的感觉，好吧？那里面这个线条怎么办？哎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画，用一个比较轻的笔触，我就不画到满这样子，甚至线条有一些中断，好，有那种闪烁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是这个，这个变化是不是就很特别？好，那我要在这边做一个变化哈，在我的会员课里面有一个叫做 curved end 哈，就是把图样的尾端都去做一个螺旋哦。你如果是有参加我的会员，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创作方式就是这样子。你在图样的尾端，你就加入像这样子的螺旋形状，然后你的图形就会变得很特别。好，那我想想看，我是要顺着这样子下来吗？好，我顺着下来好了，哎，这样子，这种像伞状一样散开的这种画法哈，我要让它有那种扩张的感觉，画到这个我们一开始的边框这里就好了，是不是好像还不错，对吧？同样的，我把尾端做一点加粗，我现在要找其中一个，嗯，任意一个，这个好了，我要把它画一些珠子。你看哈，我在画的时候经常会有停下来做加粗跟原画哈。其实我就是在思考说我接下来要干什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没有预设。嗯，然后我就看到这边这一块，这一块其实我会想把它修成一个椭圆形，哦，到时候可以画一个宝石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现在做一个内光环线，嗯，我觉得大概就这样子吧。哦，不要再增加了，这边就给它留空，留一点点空间，让更多的想象，好吗？那这里就维持它这个样子。这边可以做什么呢？好，我这里要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条我留的太粗了，我想要再给它一个光环线。
这样子，然后这一排就可以画珠子。我有棕色的哈，这个是01号的，因为我想给它带一点颜色，应该是不错。然后这边哈，我就贴着画很细的线条，因为 PN 笔本身比较粗哈，这边用01的，它的效果就不一样。现在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是这一块。好，那我就来应用这个涂鸦，因为它本身已经有这个了嘛，哈，所以我用咖啡色的来直接画里面的这个部分，像新月一样。OK，那这边就反过来咯。好，好，那这边这个一样哈，因为跟这个差不多有同样的意思，所以我在这里也是这样子，用棕色的线条去帮它做装饰，在这里。OK，我稍微把这个铅笔的痕迹稍微擦一下哈，看一下橡皮擦。我来把这个珠珠旁边的这个缝隙哈，先填好。缠绕其实应该要多注意细节，它不必要特殊的构图，可是你细节画得好的话，它就会很好看。我这支是瑞士卡达的哈，它的编号是，哎呦，老花眼看不清楚，180哦，它其实有一点那种土耳其蓝的颜色，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颜色哦。那我在这边等一下会主要用这一个颜色，这个是水溶性的彩色铅笔，你如果没有这个颜色，用其他的颜色代替也可以。我会建议你使用蓝绿色系的，我觉得效果都会很不错。先来用铅笔画阴影好不好？来，先画这个，然后白炭笔中间的高光位置，棉花棒这边黑色的哈，那我喜欢它阴影要更重一点，我就可以再做一点点加强。我希望这个明暗对比哈明显一点。然后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用咖啡色的来做阴影。你可以用粉彩色铅笔哈，那我这个一样是瑞士卡达的这一组，我直接拿来用。那这边因为要画比较细，所以我用削铅笔机稍微敲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画它的阴影哈，那就是重叠的地方，帮它加一点点阴。
因为这个是水溶性的哈，所以我可以用水笔稍微帮它晕开一下，效果会更好，也比较快啦。你如果用彩色铅笔直接撸的话，可能要撸比较久的时间。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瑞士卡达哈，我觉得我比较推荐的是灰博的480哦，它的咖啡色来做阴影也是非常的好。这边就用铅笔就可以了哈。来，从底下这边，我们让它有一点点的灰要上去，到这边这一侧，再拿白炭笔哈，这个上面的这个，但是让它有一点透明的效果。这边这个直接用圆头，因为它没有太大的细节哈，主要是大面积，就用这种便宜的棉花棒就可以。来，这些珠子哈，先涂白。哎，这个比较细，我就用这种比较好的棉花棒。好，然后用铅笔，好，这边画微笑阴影啊，一点点就好，太小的就不用画。直插棒稍微擦一下。你直接先拿那个高光笔，先来把这个白点先把它点上去哈。这个是30的 Uniball 太字，好，好，我就点在这个高光位置。好，来，这个啊，它背面折下去的这个地方，它会是灰色的，然后是比较暗的地方，一点点，嗯，然后用白炭笔这个部分，它是在上面，所以它会是亮的部分。嗯，刚刚这边漏了，这底下应该是灰色。我现在要来用这一支，因为它的那个水溶性很好哈，所以我就直接哈，我先用这个水笔来沾。我要画这个宝石。
为什么不直接画呢？是因为我这边还有一颗哦，我希望这一颗它是比较那种实心的感觉，那这个是比较通透的感觉。那因为它用了水哈，所以要先画，让它有一点点时间干。那这一个的话，我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用这一支来画，搭配白色的。白色的笔去画在彩色上面哈，它就很自然的就融合了。好，我再回来用这一支哈，让它颜色要更加重，再用白的回来，让它融合的更自然一些。好，那我另外要用很深的蓝色，哦，比较深的蓝色，给它一点点更暗的部分。刚刚这边这个阴影呢，效果不太好，我就用铅笔来补。这边底下哈有这个 R 字有没有？R 下面的这一个，这边会产生一个三角形，因为这边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哈，所以我就把它涂黑，给这个画面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效果，就有一块黑色的地方，这边也直接涂了。好，那至于这几个哈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涂鸦，来，我就用白炭笔哈，中间这一颗，这个就当做是另外一个，就来白色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就用这个用水笔稍微来晕开一下。我先把这个高光先画出来。好，这边虽然说它已经是白的哈，可是我还是在上面加高光，会有影响的。这一颗有一点点像绿色的水晶，对不对？不太干欸，不太干。我用白炭笔哈，在上面加白，这个就不用去摩擦了哈。然后用铅笔稍微在这种地方就带一点阴影。
你看这个纸就是会脱皮，搓一搓它就脱皮了。嗯，好，同样也可以用这个高光笔哈，稍微一点点边缘的地方，这边理论上它会是比较暗的部分。这边，好，我用彩色铅笔哈，用撇的方式，尾端用白色。好，我在这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宽度哈，我这边就用非常短的线条，等于有一点像漫画里面那种给它加阴影的感觉，然后用铅笔稍微加一点，然后白色的，哦，让它有那种立体的感觉，效果还不错吧？好，然后这里呢，我觉得它应该是要有阴影，我这边下重手。来这边一边是那个土耳其蓝哈，另外一头，另外一侧就是给它一点白，让它有一些色彩上的变化。然后最喜欢的金色笔要拿出来呀，对不对？我的金色笔来在这里，金色的哦，金色的要来画在哪里呢？这一条，这个地方也可以。这边这一条要跟它做搭配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还可以？我们刚刚有抽到这个哈，我没有忘记。我这边这个阴影，这边应该也要加阴影，来用这个咖啡色，也是一样用撇的哈。我觉得它应该是两侧，边也要有。中间呢这一段就用白炭笔给它加高光，这边不够暗，再加一。好，这边我决定就不给它框了，就这样。
所以铅笔的痕迹就把它擦干净一点，然后来画这一个 ARIK，哎，就在这里吧。差不多这样子，嘿嘿，有点不灵不灵的感觉了吧，对吧？好，找个地方签名，就签在这个边边好了。来看看，效果还不错吧？刚开始画的时候，确实会好像有点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哈。那这个都没有关系，你慢慢的运用一些缠绕画的装饰技巧，把我们的图样的色泽，哦，它的亮面跟暗面把它画出来，创造出它的立体的感觉哈。然后再加上像这种闪闪亮亮的装饰，哦，就会让我们的作品呢，就会有那种跳出来的感觉，哦，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看，是不是？OK，好哦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办直播的内容。好，那这个我会把影片剪接在一起哈，那希望大家能够，依照自己的爱线，把这些图样呢放进你的纸砖里面，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哦。那可以运用我在这里面所演示的这一些上阴影、上高光的技巧，让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加的闪闪发光，能够跳脱出一个平面的感觉，哦，让它立体起来，我们的缠绕作品就会与众不同，就会非常好看。OK，那基本上就暂时到这边了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在下一次的直播就是7月5号晚上9点半，希望下次不要再断线了。OK，谢谢你的观赏，我期待看到你的作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